我耗尽所有资源培养了一位绝世女剑仙，可她却在出师那天向我挥出了致命的一剑。对此我不但没有半点难过，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只因我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魔道少主，而她却是仙门正道的天命之女。还记得16岁那年，那时我早就凭借前世的记忆发明了香水、肥皂和镜子，让林家一跃成为徐国最富裕的家族。而在20岁那年，我在亲眼见到仙人并意识到这是一个修仙世界后，便带着大量银两前往太乙门拜师，结果却被守门弟子坑了一把，被赶下了山。那是命运彻底改变的一天，从此魔道多了一尊煞气滔天的大魔头，而苏瑶一直都是正道领袖，用多少华丽的词藻来形容他都不过分。我们作为正道与魔门年轻一辈中的翘楚，曾多次交锋，互有胜负。我对苏瑶并没有仇恨，只是立场不同而已。加上我拥有2世记忆，自然不愿做一个纯粹的魔头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厮杀中，双双坠入深渊禁地，相依为命数月才逃出升天。本以为双方剑拔弩张的关系能够缓解，可苏瑶回去后，竟拔出了那把数千年来都无人能撼动的太乙门至宝战龙剑。待到再次重逢，他一袭白裙，手持仙剑，眉心刻着可以摒除一切杂念的上古绝情心意，竟是要杀我。此时苏瑶冷冷开口，声音如寒霜一般，不带任何感情。林墨，我杀你并非私人恩怨，自古正邪不两立。你是魔门少主，你死后，魔门方彻底分崩离析，洞天界会迎来难得的太平日子。我有的选吗？我当年何尝不想拜入仙门？可太乙门的守山弟子暗示我交钱就能进，我把所有盘击都给了他，结果他却以贿赂之名将我赶下山。若不是他，我岂会半路被马匪劫掠，又岂会被献给魔门做仆人？我在魔门被折磨到奄奄一息，快死的时候才被测出修炼天赋。我不想修魔功，可不修就得死。这些年来，我虽杀人无数，却从未杀过一个善良之人。我问你苏瑶，我有的选吗？黑龙城、天阴寺、金刚山，这些仙门势力，哪个不是被你们魔门所灭？魔门做的恶数不胜数，你身为魔门少主，莫非不该算在你头上？黑龙城的那头黑龙杀了我姐，我不该灭他们满门吗？天阴寺用坑蒙拐骗的手段收集世人信仰，让人甘心奉上阳寿，我爹娘因此而死。金刚山交换信徒一地血迹，此等手段比魔门更狠。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仙门势力，整日以正道自居，可其中究竟藏着多少肮脏勾当？再来一次，我还是要杀光他。还有你苏瑶，你了不起，你清高，你是洞天界唯一的天命之女，一路机缘不断。你这天上的真仙，何曾低下头看过我们这些蝼蚁？最后若不是那把献器，我又怎么可能被你击败？苏瑶美眸一凝，似乎有所动容，她猛地捂住脑袋，眉心处一道符文闪烁不定，那是师尊为她烙下的绝情心意。片刻后，苏瑶重新抬起俏脸，美眸中充满寒意，一剑刺出。废话真多！天穹刹那间失去了所有光彩，连暴雨也骤然停歇，伴随着真龙的嘶吼，我被那道快到极致的剑光贯穿了心脏。剑光纯粹，内含道域，这是达到剑仙的标志。苏瑶赫然已是洞天界唯一的剑仙。你所代表的就是正义吗？魔门已经在我带领下逐步改邪归正，你杀了我，他们只会更加疯狂，到时候洞天界还是会生灵涂炭。还有，我死了，你能问心无愧吗？你那颗仙心真能证得圆满吗？亲手杀了你这尊魔头后，太乙门即为正道，从此将领袖洞天界仙门势力。忽然他心脏猛地一疼，胸腔里那颗缺了一角的仙心上竟然开始有裂缝蔓延。苏瑶俏脸煞白，这不可能！杀死林墨这魔头后，我的仙心理应正得圆满才对。师尊一直都是这么跟我讲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控制不住的流下泪水，双手慌忙去擦，可怎么也擦不干净。光洁的额头上，绝情心印疯狂闪烁红光，想要将他的思绪挽回，可在极致的心痛之下，绝情心印骤然崩碎。良久，他才如梦初醒般抬起头，纤细的身躯站立不稳，泪眼婆娑的美眸中满是痛苦。莫哥哥，是我错了。当年在深渊禁地灵力耗尽时，他也是这般无助，只是他亲手杀了那个曾将他拉出深渊的少年。而原本以为已经生死道消的我，却再次睁开了双眼，环顾四周，一切陈设都很熟悉。我尘封的记忆逐渐苏醒。这是天水城林家，没想到被苏瑶杀死后，我竟然重生了。本以为我这一世的性命彻底结束，没想到老天居然让我重生到了18岁这年。也就是说，此时的苏瑶才17岁，还未踏上修炼之路，手无缚鸡之力。想到这里，我稚嫩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邪笑。苏瑶，你且等好了，我这就来捏死你。激动过后，我静下心神，开始为未来做打算。林家是最低级的凡人家族，没有修士坐镇，再多的财富也是空中楼阁。我自己需要先踏入修炼一途。修士和凡人是2个世界，修炼入门需要吐纳法，凡人家族想要接触难如登天，哪怕付出所有钱财也未必能买到。
但我作为一步步爬上去，被魔道重点培养的少主，坐拥无尽修炼资源，各种名贵功法信手拈来，这都不是问题。我盘腿坐起，脑海中浮现出玄轮吐气诀，这是洞天界最顶级的胎息净土纳法，共有6品。前世我就是修炼奇才，无论修道还是修魔都能有所成就。可惜最早在魔门身份低微，接触不到顶级的胎息法诀，只能吞吐杂气。修炼一步慢就会步步慢，哪怕天赋异禀，实力滔天，也照样比苏瑶差出一线。苏瑶早早加入太一门，吃穿用度、修炼法门皆为顶级，洞天界仙榜之上，我跟苏瑶轮流占据前2。然而苏瑶占据第1的时间明显更长久些。先踏上修行路再说。我脑海中默念玄轮吐气诀，缓缓开始吸收天地灵气。修仙6境分别为胎息、炼气、筑基、子府、金丹、元婴，每一境都有初期、中期、后期和巅峰4层。可惜洞天界灵气不够充盈，前世无论我们何等精彩绝艳，都只是金丹境巅峰，难以凝聚元婴。天水城这般凡俗之地，也有天地灵气，只是非常薄弱，不利于修行。然而玄轮吐气诀是洞天界最顶级的胎息境法诀，只要有灵气就可运转。地境法才履地，法占第1位。半个时辰后，我引导气海穴内的灵气走遍全身，最终凝聚于眉心处。整个过程似胎儿呼吸，张弛有度。随着灵气在眉心处发散，我眼中绽放光芒，真不愧为洞天界最强胎息修炼法诀。仅半个时辰，就让我踏入了胎息境。我咬了咬牙，不由得想起了前世在魔道做仆人时，千辛万苦才换来一卷杂气吐纳法。那时自己如获至宝，苦修1年，终于踏足胎息，兴奋无比，却也为后来输给苏瑶埋下了隐患。收回思绪，我浑身灵气涌动，瞳孔中满是狠辣，抬手凝聚灵气，化作利刃斩向前方。那张铜铁铸造的符案被当场削开，分为2半，切口处平整无比，哪怕凡俗间最锋利的宝剑也不过如此。我要灭了那群伪善的仙门，我要庇护家族，待他们长生。我要狠狠教训苏瑶，报前世夺命之仇。林墨，你可算是醒了，真把爹急死了。数我流沙几句3日也沧桑。请洗手下银胶。别却为难，一身雨季心潸然。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，西风彻夜回吹不断。醉里挑灯看剑切无阑珊，埋下一句一乱，楚河生。爹，我没啥事了。家族如今能拿出多少银两？半个时辰内300万两没问题，多了就要影响家族生意运转了。都拿给我吧。好，爹这就去拿。爹，你不问我做什么用吗？我神情复杂，前世游走于修炼界，经历各种尔虞我诈，深知那群老怪物的阴狠手段，所以从不轻信任何人。如今重生，内心的防备一时间难以卸下，于是多嘴问了一句，林守才却满不在乎。外人都以为爹有本事，实际上爹最清楚，这个家是你和你姐撑下来的，爹不过只是台面上的掌柜。尤其是你，爹对你还不放心吗？麻烦爹了。待到林守才走后，我开始盘算起来，300万两银两放在凡俗家族，绝对是一笔巨款，能让数代人吃喝不愁。可拿到修炼界，顶多换来些灵石和符箓，虽然不多，但也足以支撑自己度过前期了。徐国有一处只有修士才知道的方式，我先拿银两去买些灵石、符箓傍身，等爹和姐姐都踏上修炼之路后，就立刻动身去寻找苏瑶。算起来，如今17岁的苏瑶应当正在隔壁越国的飞牙城当起儿呢。前世我们身陷深渊，境地相依为命时，曾相互袒露过心扉。别看苏瑶如今气质清冷，是太一门首徒，实则她少年时期非常悲惨，从小无父无母，被农户收养长大。在一次妖乱中，村落被灭尽，只有苏瑶藏在烂泥里逃过一劫。那时17岁的她只能跟随流民逃入飞牙城，沿街乞讨，直到2年后才被出来游历的太一门长老发现，带回宗门修炼。从此凡俗界少了一个小乞丐，修仙界多了一位女剑仙。这时一位身段玲珑的少女走了进来，她生的一张姣好的面容，正是我的姐姐林莫宁。她经商天赋恐怖，是林家商会真正的掌舵人。她美眸中透着关切，一进来就对我嘘寒问暖，直到发现我身体无恙后，林莫宁才松了口气。她摸了摸我的脑袋，轻笑道：“弟弟安心吧，推你入水的那几个小子，我已经安排人解决了。”我心里一阵感动。前世林莫宁拜入黑龙城后，仍然心系我，虽难见面，却不断为我送去她炼制的丹药。直至他发觉要被害时，仍然沉稳地完成了最后一炉丹药的炼制，并请求黑龙王将其送到我手中。这些是黑龙王死后我从他残留的记忆中读到的。我快速收拾好情绪，姐，他们年纪不大，
出手却狠辣，背后大概率有组织培育，最好再派一些人去彻查他们的组织。这等祸害一定要斩草除根。说完，我神秘一笑，单手结印，灵气化作数尺长的白色利刃，刺得林莫宁有些睁不开眼。他忍不住捂住嘴巴惊呼：小莫，你怎么会仙人的手段？虽然我掉入河中差点溺亡，可也得到了不费的机缘。河中有一卷修炼法诀，我将其小心背下来后扔入了鱼腹。说着，我催动利刃，又将铜铁符案斩为了4半。以往只是听说有仙人，还以为只是书中戏谈，却不料是真的。徐国是边陲小国，凡俗家族几乎不可能接触到修仙之法。林莫宁很快冷静下来。小莫，你做得对，那修炼法乃是仙人之物，万一将其带回来，恐有灭族之祸。姐，这套修炼法我来口述，你且记在心中。我将玄轮吐气诀口述了一遍，同时又附上一篇高深的控火之术。姐姐擅长炼丹之道，一旦踏入胎息境，就可提前学习控火。仙法果真妙不可言，先前的财富积累都是笑话，别人想要，随时可以强取豪夺。姐姐离开后，我爹林守才也送来了银票。当天夜里，我便披一袭黑袍，牵了匹快马，迅速离开了天水城。次日午时，我独自站在徐国皇城郊外的湖边，同时和我一起的还有数名男女，个个气度不凡，都是修士。半月湖，徐国唯一修士访视的所在地。我被黑袍罩住全身，加上比同龄人高大些，旁人倒也认不出我才18岁。不一会，一艘舟船行来，诸位可都是来访视交易的？众人点头，老者停稳后，请众人陆续登船。湖心始终停靠着一艘楼船，船上有数名身穿铁甲的侍卫镇守。舟船靠拢过去后，数名修士步伐轻松，一跃跨过。楼船内别有乾坤，一共3层分类齐全。不仅徐国修士，就连旁边越国的修士偶尔也会前来。在下金川张甲，所求8张火球符，手头灵石不够，可拿物来抵。有修士率先开口，我扫了他一眼。前世这金川倒是块福泽之地，一场灵雨让张家数名弟子突破到炼气期，一跃成为徐国主要豪强之一。可惜后来得罪了越国世家，被一位筑基仙修灭了满门。我思索着，从时间上来推算，那场灵雨差不多就在这几年，倒是可以凭借前世记忆操作一番。随着众多修士各自开口，道出目的后，很快轮到了我。我刻意压低声音后开口：我这儿有300万两银票，换些灵石符箓来用。300万两，道友莫非以为这里是凡俗商会？身为修士，大部分时间不会使用凡俗银两，拿银两来访视交易，不是土包子是什么？我声音沙哑，开口解释：不过是家族麾下那群凡人今年的上贡而已。家中长辈送我随手花用，不值一提。顿时，其他修士不说话了。这凡人家族1年上贡300万两白银，放在徐国都能抵小半的首富家族了吧？一时间，周围满是敬畏的目光。这时，一位容貌娇美的少女笑着走上来，恰好我缺些凡俗银两，给麾下家族经商使用。平湖苏家，苏有森，见过道友。我挑眉望向他。平湖苏家，举国数一数二的修仙家族，后世更是晋升成了修仙世家。若我没记错，这苏有容很快就会被青云宗收为弟子，并在10年后成功筑基，最终踏足紫府境，成为一代真人，绝对算是徐国修士中的佼佼者。而平湖苏家也将在他的余荫之下，飞速发展成为徐国第一世家，连皇室都要讨好，屡次派皇女前去联姻。苏有容轻声问道：道友，300万两白银，想换多少灵石符箓？300万两白银，作价8枚灵石，3张火球符。以平湖苏家的财力，拿出这些应该不难。苏有容听完暗自心惊，虽看不清我的整张脸，可他能从我下半张英俊的面庞分辨出我年纪不大，可开口又这般老成，说明家教极好，才能培养出这般少年，大概率是世家子弟。既然是世家子弟，苏有容不敢有任何怠慢，更何况我所说的价格非常公正厚道。想到这，他很快从储物袋中拿出8枚灵石、3张火球符，这都是修士常备之物，并不稀有。我也给出数张银票，是附近几国都认的宋季钱庄，找不到溯源，留不下任何痕迹。苏有容看过后点头。另一边，我拿着火球符检查了一下，微微蹙眉。这火球符的威力比我想象中弱了不少，是你自家画的吗？周遭几国符箓盛行，人人都会画上几道。见苏有容点头，我有些叹息。也罢，小地方顶多如此了。闻言，苏有容俏脸一僵，努力陪着笑。见目标达成，我不多做停留，转身走出楼船。此地距离金川古道很近，可在附近暂时闭关，同时等待那场灵雨降临。3天后，8枚灵石，我用去了4枚，修为距离胎息中期只差临门一脚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感觉体内好不容易凝聚的灵气被一下抽干，还没等我有所反应，腹中竟突兀的多出一物。我瞳孔收缩，凝神闭气，达到胎息境后，可以内视，亲眼观察每一缕灵气的走向，也让我得以看清腹中之物，竟然是那座神秘小鼎。前世我捡到这座小鼎，由于寻不出作用，便一直没有理睬过它。如今小鼎莫名出现在我体内，莫非因为它我才得以重生？哪怕2世为人，我仍免不了感到震撼。这时我突然感到腹中一阵饥饿，差点晕过去。紧接着，从小鼎内传出一股恐怖吸力，卷起了我手中剩余的灵石与火球符，直直飞入了我口中。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噎死，却不料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感觉，就像是嘴里凭空多了一处黑洞，这是在吞噬。我感受到自己仿佛和小鼎血脉相连，有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正在消化着灵石跟符箓。
几息后吞噬结束，小鼎内有热流反馈出来，注入我四肢百骸，一瞬间我瞳孔收缩，难以抑制自身境界，竟是一口气踏入了胎息中期。哪怕是洞天界最顶级的天骄，想踏入胎息中期也得10天半个月，而这一世我不过1日就达到了。前世没有任何作用的小鼎，如今成为了我的依仗，这让我激动万分。苏瑶，看来我还得谢谢你，若非你杀了我，我又岂能重生一次，亲手去弥补所有遗憾。就在高兴之余，山洞外有雨点落下，同时送来阵阵清香，是灵雨降临了。我面含惊喜冲出山洞。张家前世作为金川古道附近唯一的家族，自然是独享了整场灵雨的造化。族内修士在灵雨滋润下，修炼速度加快，没几年便纷纷踏足炼气。而这一世有了我这个变数，灵雨滋润着大地，地上花草树木愈发翠绿旺盛，许多山野走兽也抬起头，渴求着这来之不易的恩泽。机缘造化本就无主，谁争到就是谁的。随着灵雨一滴滴落在脸上，我的笑容再也掩饰不住。片刻后，山下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呼声，显然是张家修士也觉察到了灵雨的妙用。我腹内的小鼎不安分地旋转起来，紧接着一股磅礴吸力从我口中涌现而出，如同长津溪水，疯狂掠夺着这片区域的灵雨。于是天穹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怪象，所有灵雨都被吸力裹挟，开始朝着一处汇聚，还未落地，就已因为水汽全被我给吸了进去。怎么回事？这灵雨怎么拐弯了？快去源头探查一下！这是独属于我张家的机缘造化，绝不能被外人染指。谁敢染指，杀无赦！只听山下惊呼声此起彼伏，很快就有几道胎息境修士冲上山来探查原因。我心念一动，飞奔出几里地，一步跨上那来时骑的骏马。在离开的同时，还催动小鼎吸收灵力。在众多张家胎息境修士的惊呼声中，那水柱竟主动朝着远处移动而去。众修士面面相觑，摸不着头脑。一位胎息巅峰的老祖怒斥：“愣着干什么？追呀！”其他修士这才如梦初醒，忙跟在后面。这灵力来得快去的也快，持续了一盏茶的功夫，10成灵雨只有1成落在了张家，其余都被我给吸去了。那些修士一路追随，终究未能追上，最终只遥遥看到一道身影，策马大笑着远去。张家老祖暴跳如雷，肺都要气炸了。其他修士不敢抬头，心底一片悲哀。这场灵雨本可让张家延续数百年，却被人横空夺去。另一边，我手中攥着一块拳头大小的黑色小鼎，这小鼎似是在体内吸得不过瘾，直接现出了原形。好在它可以随时被意念收回。此时我脑海里已定好了路线，出徐国去越国。这么做，一是为了防止张家找出蛛丝马迹，二是正好自己要前往越国寻找苏瑶。张家内有数名胎息境修士，更有胎息巅峰的老祖，万一被追查到，恐怕整个林家都要遭殃。不如直接离开徐国，让他们无迹可寻。这几日我一刻不敢停下，好在小鼎非常给力，在吞噬完大量灵雨后，逐步反馈来精纯灵气，将我自身境界一步步朝上推着。一直到5天后，待我踏足越国飞崖城的那一刻，一身黑袍已然破烂的不成样子，头发散乱，脸上尽是泥污，但我周身却附带有一股普通人不敢直视的锐气。飞崖城3个月前刚经历了一波妖乱，城外10几个村落毁了9成，不少流民为了活命跑入城内避难。此时一名身形灵巧的乞丐正在奔跑。小乞儿敢偷我宋府的东西！我没偷！他大声叫着，可谁又会信一个小乞丐的话？眼看那壮汉越来越近，乞丐心急如焚，听说宋府近来正在抓人，凡是被抓走的人再也没出现过。他仓皇之下逃入了死路，转头望去，只见壮汉铁塔般的身形已然挡住了巷子口。小乞丐倒是灵敏，让爷爷我好费力气。若乖乖就范，还能在临死前吃一顿饱饭。乞丐如同炸毛的猫咪，浑身绷紧，他的手中牢牢攥着一枚白色珠子，这是村庄覆灭时捡到的。当日他躲藏在淤泥中时，曾听那些妖怪说要寻找白玉珠，应当就是此物。这几日他靠着吸收珠内气息，身体愈发结实，连肚子也没那么饿，哪还能不明白此为仙物？这时壮汉抬起大手朝他抓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手中白玉珠绽放光华，将对方胸口瞬间贯穿。正当乞丐绕过尸体要走时，前方莫名多了一位身穿红袍的身影，他闪电般出手。小乞儿竟还身怀宝物。这青年脸色苍白，时不时咳嗽2声，一副虚弱的样子。乞丐认得他是宋府少爷宋飞宇，竟是一枚炼气剑的白玉珠。前段时日的妖乱，恐怕就是为了这白玉珠。不错，最后兜兜转转，居然落入了我手。眼看利刃即将掠过乞丐的头颅，一只手突然从侧面按住了利刃，紧接着单手捏住了宋飞宇的手腕，眼神玩世不恭地扫向乞丐。阁下是哪家的少爷？宋飞宇大骇，他可是胎息境中期，可凝聚的灵气却被我轻松崩碎，莫非来自哪个世家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杀他？说完，我手掌一动，灵气凝成剑丝，穿过了宋飞宇的眉心。我捡起白玉珠，似笑非笑地盯着眼前的乞丐。苏瑶，你也有今天。乞丐一怔，我怎会知道他的名字？但他跪倒在地，拜谢的声音满是稚气。苏瑶谢过哥哥救命之恩。原本我想出手了结这段因果，可这一声哥哥，属实把我叫住了。过往记忆纷纷涌上脑海，当初2人在深渊禁地相依为命时，他也是如此这般，一口一个莫哥哥的叫着。前世哪怕身为魔道少主，我的心性也从未被侵蚀，反而带领魔门逐渐改变。而且他毕竟是天命之女，那些专属的机缘造化只有他才能够获得。我刚重生，急需修炼资源，杀了他虽说一了百了，可我什么都得不到，还不如养着他，让他替我去探索那些秘境。苏瑶，我此行是专程来找你，我观你天赋异禀，未来有金丹之资，
可愿做我的徒弟？苏瑶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。修仙能吃饱饭吗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那我愿意。苏瑶见过师尊。听仙人要收徒又能吃饱饭，他二话不说跪在地上拜师，望着面前灰扑扑的脸，跟前世记忆中那张绝美的冷艳面庞重合。我一时间竟有些恍惚，前世的宿敌，如今竟成了我的弟子。走，为师带你去买一身衣物。我淡淡开口，随即举步走出巷子外。苏瑶连忙跟了上去，给自己和苏瑶换了身衣服后，苏瑶小心翼翼拉住我的衣角。师尊，能不能救救他们？宋府他们最近一直在抓人，说是要抓人去挖矿石，他们没一个能回来的。师尊有仙人手段，只有你能救他们。真是毫无人性，跟妖魔有何区别？随即便带着他来到了宋府，一脚踹开了大门，接着一道利刃当头斩去，将几名凶神恶煞的侍卫当场格杀。其余侍卫脸色大变，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。只听院内传来一声冷哼，接着一道身影快步走出。老者察觉到我是胎息境境界后，瞬间面色煞白。听说你宋府胡乱抓人去做苦工，而且在他们干不动活后，就会杀了他们。不过是一些凡人而已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他们是凡人怎么了？你还真把自己当仙人？我狞笑一声，周身附带杀伐之意，拳头凝聚灵气，狠狠砸了过去。眨眼间便出手击杀了他，解救了10几个人后，我手里把玩着那颗白玉珠。这白玉珠若给那黑顶吞噬，只能提升我一人境界，还不如换些灵石先给家族用。师尊，这白玉珠珠贵吗？我看那宋家少爷也想夺走。我拿到白玉珠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它不断吐出气流，钻进我的身体。很多时候，哪怕讨不到东西，也没有那么饿肚子。听到这里，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。你还未踏入胎息境，更不懂吐纳之法，灵气为何会主动朝你体内涌入？我拿出白玉珠，仔细放在眼前观察，脑海中的前世记忆逐渐涌现。我这可不是简单的白玉珠，这里面有一抹破碎后所余留的完整剑道传承。正是他带我踏入了修行之门。深渊禁地一处粗大的榕树下，面庞绝美的少女靠在我的怀中，正轻声为我讲述着手里那枚已经失去光芒的灰色玉珠的来历。我的思绪纷飞，想着等苏瑶踏足胎息，得到白玉珠内的传承后，就可将剑法对外售卖，靠着售卖剑法所获得的灵石，足以为家族布好法阵，也足以让两人在筑基前都不需要再为修炼资源发愁。几日后，我带着苏瑶回到了天水城，将白玉珠还给了她，又传授了她玄轮吐气诀。但我终究还是低估了苏瑶的天赋，天生剑体，神剑之魄，有这2样存在，苏瑶可谓进步神速，仅仅3天时间就到达了胎息境中期。而我搜遍前世记忆，最终选了一本3品吐纳法，准备再去修士坊市换些资源。如今我已经是胎息境后期，加上持有的3品吐纳法更是世家标配，整个徐国怕是无人敢动我分毫。果然，我才刚到方市，就引起各方惊呼，不少家族更是主动上来攀谈。在换取了100枚灵石和一堆灵药种子后，我将其交给了姐姐林莫宁。今年内我会收集材料，在云泽山上布下聚气大钟，将来我未必有太多时间持家，要麻烦姐姐了。跟林莫宁交代完这些后，我便前往了苏瑶所在的院落。苏瑶见到我，连忙行礼。她这几日每天都跟随夫子学习规矩，学习如何尊师重道。看着前世那么不可一世的女剑仙，现在一口一个师尊的叫着，我的嘴角不由得勾起弧度。好好修炼，争取早日踏入炼气。我背负双手，抛下这句话后便走出了院落。我记得苏瑶说过，炼气初期的时候，她得到了第一个机缘。那次她接了个回越国的除妖任务，却在妖洞之内成功开启了一处遗迹，收获颇为丰盛，获得了大量丹药，将她的境界直接推上了炼气中期。我想着等苏瑶进入炼气境，我就带她前往那个越国妖洞除妖，顺带把那遗迹探索一下。此时黑风寨内，二当家的，咱们在好几座城里布置的眼线都被拔了。天水林家最近组织了一支队伍，跟疯了一样，到处搜寻我们的人。我打听过了，是老五手下几个人牙子起了贪心，把他家那小儿子抢过后推入了水里，后来被他家的家丁救走了。没淹死还敢杀我们这么多人，真当我黑风寨是软柿子不成？老四，回去组织弟兄，3日后跟我趁夜色杀入天水城，把林家给灭了。是，二当家。算算时辰，大哥也快要突破炼气了，不如就拿下天水林家，为大哥做出关贺礼。经过几日的修炼，苏瑶已经踏足了胎息境后期。想起明天就是我的生日，该为我买点礼物。随后她一跃上房，一步跨越数十丈，瞬间消失在林府中。房内，我正在闭关冲击胎息境巅峰，忽然敏锐察觉到灵气涌动，第一时间睁开双眼望向窗外。她该不会是想要逃走吧？虽然于情于理，苏瑶都没理由走，但我还是不放心，决定悄悄跟出去看看。另一边，天水城内主道宽阔，苏瑶左顾右盼寻找着铺子，看我整日修炼太过辛劳，想着买点药材煮给我喝。就在这时，耳旁传来一阵轻响，苏瑶豁然抬起头，一双凌厉的眸子望向城门处。黑暗中有几个人将衣物扔入草垛，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血腥味道。几息后，4个身穿短衫的汉子大摇大摆从阴影里走到药铺前，却再也移不开了。小娘子过来陪陪爷。
紧接着一把白色长剑出现在苏瑶手中，同时一声轻响贯穿了其中一个山贼的胸口，另外2名山贼转身就逃。苏瑶屈指一弹，2道灵气精准穿透了他们的后脑，眨眼间4名山贼全部被苏瑶斩杀。这时我缓步走来，边走边拍手道：这些人修炼杂气，下手狠辣，应该来自黑风寨。苏瑶，你的身手越来越好了。同时我看了一眼旁边的药铺，瞬间就明白他是看我最近修炼辛苦，出来给我买大补之物了，懂得尊师重道是好事。苏瑶俏脸微红，眼神有些躲闪，他本意是背着我挑选生日礼物，却没想到我也跟来了，被抓了的现行，确实有些不好意思。今日圆月高挂，是个杀人夜，为师带你去见见世面。这几个人明显是先来探路的，把城门守卫解决掉，等到黑风寨众山贼到来时开门交易。算一算时间，黑风寨那批山贼差不多快要来了。接着我便带着苏瑶来到了城门前，我和苏瑶站在城门前默默地注视前方，这也是我们师徒2人第一次并肩作战。不一会儿，悄无声息的城外古道便传来了马蹄声，只见古道尽头涌现出一片黑压压的人影，他们手持刀剑策马奔腾，在皎洁月光的照耀下，凶悍扑杀而来。剑要见血才锋利，记住，这是为师给你上的第一课。黑风寨4当家手持铁刀，面带狞笑，杀气腾腾。二哥，前面怎么站了2个小崽子？瞎眼了吗？这2人都是修士，不知是谁家的崽子，这么小就能踏足胎息境后期，倒是不俗。不过世家子弟又如何？黑风寨从不落空，来都来了，管他是谁，敢挡路一律杀无赦。我对着苏瑶缓缓道：为首那个独眼龙是胎息境巅峰，也有几位胎息境后期，但真要战斗起来，他们全都不值一提，因为我们所修炼的吐纳法有传承，是正统，不是这群修炼杂气的修士能够比拟的。苏瑶认真记住了我的每一句话，面前马匹奔腾而来，如同一股狂风，冲得最快的老四举刀就砍，脸上挂着充满快意的狂笑。我神色冷凝，单手在身前掐诀结印，法力快速涌动，化作金色巨拳砸了过去。老四连同整匹马被一起撞飞出去，摔入了泥泞里。其他山贼接连举刀冲杀过来，只见我身影展开，在人群中轻松闪烁，手中灵刃狠狠接连落下，都是刀刀毙命。另一边苏瑶也被山贼包围，他挥动飞云剑，动作起初生涩，随后变得流畅起来，一双眼眸也愈发凌厉，可以清晰看到对方每个细微动作，从中更是迸发出凌厉剑意。天生剑体神剑之谋，生来便是做剑仙的料。我看了他一眼，见他很快就进入厮杀状态，总算是松了口气。独眼龙2当家瞳孔剧烈收缩，他在人群中接了我一招，被灵气直接震退，虎口崩裂，鲜血流出。你修的哪家传承？黑风寨的杂气修士也敢主动上门来找死？我狞笑道，略显稚嫩的俊美脸上闪过凶意。前世我是魔道少主，论厮杀和生死战，谁比得上我？我反手甩出利刃，斩向了2当家。他脸色冷凝，一拍马背，整个人高高跃起，瞳孔怒睁，从背后拿出一把大弓，瞬息间完成张弓搭箭的动作。弓箭附带灵气杀来，破空之音很是刺耳，气息锋利。我神色沉着，抬手一抓，竟是反手将那一剑握于手中。只是这一剑力量太大，连我自身都被朝后一带，像是没能站稳一般。2当家狰狞杀来，反手抡起大弓砸向我。我却是笑了笑，马上以绝妙操控稳住了身形，后矮身抬手朝前一步刺出，扑哧一声将那箭矢送入了2当家小腹。2当家得意的神情凝固，他哇的吐出一口鲜血，不可置信的望向身下。他怎么都没想到我对身体的操纵竟是达到了如此绝妙的地步。我冷冷望着2当家的尸体，黑风寨杀人放火，拐卖抢劫，无恶不作，也该覆灭他们了。我又看了苏瑶一眼，这小妮子一手飞云剑在人群中杀进杀出，身法敏捷，速度也快，让人连一脚都摸不到。这时城门口，林家组织了一批侍卫赶来增援，统领林虎看着被我和苏瑶杀得溃败的山贼，下巴差点掉在地上。黑夜中2人凝聚灵气，形成月华般的利刃，凌厉的斩杀一次又一次的出现，将那些山贼劈开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最多1盏茶的功夫，这群山贼就要被杀光了。旁边有个侍卫沉声问了一句：虎爷还上吗？还上啥？人都杀完了，收拾一下善后吧。这边苏瑶将飞云剑从最后1名山贼胸口拔出来时，脸上已经溅满鲜血，但一双大眼睛却透出凌厉。我笑着问他感觉如何，感觉到我的目光，苏瑶立刻恭敬拜下。师尊他们肯定还有一部分人留守山寨，应该去斩草除根，这是夫子教的。闻言我怔了怔，看着他那张被鲜血映衬得愈发白皙的小脸，以及那双闪烁着光芒的剑眸，我心里想着莫非路走偏了，他将来到底会成长为神女还是妖女呢？此战过后，我也正式向家族众人宣布，天水林家将从普通家族晋升为修仙家族。我将3品和4品的吐纳法交予外姓与支脉修行，同时将云泽山设为主脉居住之地，城内由分脉治理以及设立房事、种植灵道等同时进行。半年后，越国的一处妖洞里，一对练气期的少年少女正挥剑厮杀着猪妖，正是我和苏瑶。刚用小鼎结果了最后一头猪妖的我，抬头望向正在2头虎妖中飘渺游弋的苏瑶，她额头露出汗水，俏脸上的神情绝对专注，眸中更是迸发出凌厉的剑意，越战越娴熟。看着前世记忆中高冷无情的女剑仙，今生化作一个尊师重道的女孩，我心情也好了不少。苏瑶身如游龙，飞云剑的攻势纷纷落在2只虎妖身上。感觉和妖族厮杀起来时功法太弱，还请师尊多传授一些猛烈狠厉的杀人手段。你初入剑道，对此道修行还不够透彻，等什么时候能挥出数十丈远的剑气，功法之力自然会提升。那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剑气外放？跟境界无关，
跟剑道意境的感悟有关。你踏入此道没多久，至少还要再修炼上3个月。苏瑶点点头，有些不甘心的撇撇嘴，心里想着一定会努力修炼的。而这时，我已然是迫不及待想要进入这妖洞。这是前世苏瑶所得到的第一处机缘，造化在他修行前期帮了很大的忙，以至于后面进入深渊禁地时，他还能记得此事。而这次我带苏瑶前来，正是助他提前拿到资源。眼看已经没有了妖物阻碍，我特地让苏瑶走在前方，以免自己触发了机缘。走到深处，我发现前方的石墙上刻有文字，终究未能逃过一死。今日陨落至此，别无他想，只惋惜这身剑道无人传承。落款是2个字：水月。我眸子一凝，呼吸微微凝滞，原来是水月真人的传承。要知道，水月真人可是青云宗用剑最强的子府境强者之一，而他几10年前意外身亡，前世青云宗一直未能找到他作化之地。没想到这传承竟然落入了苏瑶之手。不过今世就变成了苏瑶和我了。苏瑶不愧是天命之女，这种传承一般人能得1、2都能成就一方巨头，她却捡到手软，也从侧面证明自己的抉择有多么明智。我笑容灿烂，嘴角都快要咧开了。苏瑶眨了眨大眼睛，一头雾水。师尊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啊？我走上前，在石壁上方一番寻找，找到了一道雕刻勾勒的符文，触碰后一道光芒绽放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道威严的声音：得到老夫认可者，才能踏入这一方遗迹。苏瑶惊喜地捂住小嘴。遗迹？这里面莫非是有宝物不成？师尊，我们运气太好了，这妖洞内居然有一处传承地，也不知里面是什么。他需要检测剑道天赋，才能确定打不打开。说着，我抓起苏瑶的手腕，将她拉到了石壁前。随着那光芒照耀在苏瑶小小的身体上，一抹柔和的剑意随之升腾而起。几息后，一滴鲜血从苏瑶眉心处涌现，注入了那石壁上的符文内。随着石壁发出轰隆巨响，居然朝着两侧打了开来。我看向里面，古朴的陈列只有石床、石桌等一些旧物，角落里摆放着一把遍布灰尘的法剑，以及一本古册。石桌上放置着一个储物袋。我心思一动，抬手将储物袋抓起，注入灵气探查。储物袋内放着500余枚灵石、一些丹药以及几本功法。苏瑶捡起了那遍布灰尘的法剑，入手轻轻一弹，伴随一声狰鸣，这法剑灰尘全部抖落，绽放出耀眼寒光。他忍不住轻声道：“好剑啊！这莫非就是那位真人所用的法剑？”我看了一眼剑柄上的铭文，低声道：“落水剑，虽然这是一把筑基巅峰的法器，但经过水月真人经年累月的温养，更是威力可怕，价值连城。”另一本古册则是真人留下的剑道经验，我翻了几页便将其递给苏瑶。这把剑和这份剑道传承，你都拿去吧。拿回去后好生修炼，望早一日练出剑气。苏瑶努了努嘴，有点要哭出来的意思，心里想着我这个师尊对他是真好，虽然年纪小，但他也能看懂这把剑是山洞里最珍贵的法宝，我想也不想就让给他了。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我翻了翻眼皮，谁说我不想要？可关键要不成啊，我又不是剑修，这落水剑拿在我手中只是个锋利点的法宝，纯暴殄天物。至于那传承书册，只能说我不懂剑，根本看不懂。心里这么想，但我表面上还是露出温和的笑容。你在剑道意境的天赋如此恐怖，将来肯定是要成为一尊举世无双的剑仙的。苏瑶挥了挥拳头，大眼睛中满是坚定。我一定会努力成为剑仙。天色渐亮，两人顺着妖洞走了出去。才刚离开这片山脉，就听得前方雷声大作，浩瀚的声浪炸开，震慑心扉。那是越国同源城的方向。我皱眉看向那边，有不少炼气期的战斗气息，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守住。这同源城之所以遭受攻击，也是因为野猪妖需要修士的鲜血去开启那一处遗迹。如今遗迹内的传承以为自己所得，同源城那边若是能帮，理应帮上一把才是。想到这，我便带着苏瑶御风而行，很快就来到了同源城的正面战场。此时双方一共投入了10余位炼气境修士，正在厮杀。那群人族炼气境个个掐动法诀，召唤雷霆对敌，可惜还是连连败退。在大妖如潮的攻势下，左右之处，为首那猪妖狞笑着，又一次扬起了斧头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察觉到身旁苏瑶的呼吸节奏有些不对，转头望去，发现他双眼通红，正死死盯着那手持大锤的猪妖。师尊，正是他灭了我的村子，我要杀了他！苏瑶眼眶通红，提起飞云剑玉器杀了过去。他俏脸绷紧，满是怒意，因为情绪激动，连握住剑柄的手指关节都泛出了一抹苍白。我生怕苏瑶因失去理智而深陷敌阵，也是紧随其后，随时护卫着。此时下方几名修士的模样早已不复最初那般超然世外，浑身是血，衣衫破烂，个个负伤。他们大吼着：“这样下去不行，我们防线快撑不住了，这群大妖疯了一样，他们势必要在今日破城。”之间除去那几尊大妖外，还有数十名胎息境小妖，以及大量没有修为的绿妖，源源不断冲向城头。而那群修士边战边退，身后已是城门。他们回身望一眼，脸色难看。再这般下去，城池必破。同源城是座屹立在边境的大城，一旦城破，恐怕里面数百万凡人都要遭殃。那手持巨斧的猪妖哈哈大笑，连续劈砍。他面前是一名20余岁的青年，一位风度翩翩的世家子弟，可此刻已然是狼狈不堪。这时，一道身影从远处杀来，他身上穿着一尘不染的蓝色道袍，俏脸冰寒，眼神中透出凌厉的光芒，令人面颊生寒。他手中紧握着的飞云剑，居然在这一刻绽放出幽幽的红色剑光，周围更是剑意升腾，如同血红色雨点。那猪妖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压根就没有回身望，猛然挥动斧头，横着斩向了苏瑶的身躯。苏瑶毫不退缩，主动迎上，将飞云剑竖着劈了出去。看似古朴的一剑，却在杀出去后猛然激发出一道刺眼的剑光，在这片虚空中显得极端可怕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脸上飞速闪过一抹错愕，这是剑气。没想到愤怒之下的苏瑶竟是直接斩出了这道剑气。
不仅是我，就连那正面迎接这一击的猪妖都大吃一惊。没想到苏瑶竟然是万中无一的剑修，那灿烂的剑气弧光在这一刻显得非常耀眼，整个战场仿佛都静止了。无论修士还是大妖，都将脸转过来紧盯着这一方天地。一声轻响，猪妖手中那巨斧连同他的身躯被剑气横斩而过，他一个踉跄，瞳孔剧烈收缩，嘴里想要骂些什么，却说不出半句话，只能吐出一堆血沫。接着猪头倒地，一招秒杀。苏瑶双脚落地，他眼眶微红，不断喘息着。这并非畏惧，而是大仇得报的激动。1年前，他的村庄被妖族屠杀，所有村民都被杀了得干净，就为了找那拥有传承的白玉珠。而他目睹这一切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，只敢深深躲藏在泥沼里，拿污泥掩盖身上的气味。1年后，自己修炼有成，达到炼气境，以一道剑气斩杀了当日带队屠杀村落的猪妖。其他大妖大骇，他们放弃进攻，都朝着苏瑶围杀过来。别放过这个女子！这时我面庞幽冷，站在了苏瑶身边。想动我徒弟，问过我没有？说完，我对苏瑶使了个眼色，两人同时杀了上去。其他炼气境修士后知后觉，在意识到自己这边占据优势后，也是纷纷出手。随着这些修士共同出手，花费了半个时辰，总算是将这群大妖斩杀干净。众修士像是心底石头被搬走一般，长松一口气，脸上浮现了难得的笑容。多谢2位道友出手相助，这世间仗义直言者少，愿意拔刀相助者就更少了。敢问2位道友来自何处？这般年轻，莫非是世家嫡系？确实像我和苏瑶这么年轻的炼气境，放眼整个越国都极其少见。同源城主将是一名炼气境初期的汉子，他受的伤最重，身上的铠甲已然有多处崩裂，伤口极深。只见他对我和司慕瑶一拱手：在下武和，在此谢过2位道友，不如进去聊。这外面风沙太大，血腥味太浓。随后在武和带领下，我们这批修士进入城内，迎面而来的便是众多百姓的欢呼喝彩。他们站在两侧夹道欢迎，每个百姓脸上都是激动兴奋。一旦城破，修士还能有手段逃走，但他们却逃不掉。其他修士都是一脸骄傲，微微点头，就算回应过了。只有苏瑶连连向那些百姓招手，显得很是开心。我背负双手，面含淡笑。在我看来，修士未必就得是高高在上的，对一切生灵视若蝼蚁，生杀大权全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倒是能拥有一些繁星也不错。我不希望苏瑶成长为前世那位冷面无情的女剑仙，为修成剑道抛却7情6欲，人不似人，有什么用途？就在我们一行人到城主府之时，一道跋扈的声音传来。怎么耗了这么久，足足7日才守住这波大妖攻城？那些大妖的脑袋都割下来了吗？只见庭院内，一名衣衫高贵的世家公子哥正摇着折扇，满脸不耐。这人正是越国宋家少爷宋少贤，族中有筑基老祖，他自己也被青云宗选中了弟子名额。此时来这边，将正是为了混功勋而来。城主武和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。同源城主将武和见过世子，现在是世子，马上就要称上宗仙人了。这段时日，我和武将军一起并肩作战，多次打退了妖族攻势，战友情谊应当牢记。世子只身一人斩杀数尊大妖，孤身守住同源城，如神兵天将，威风八面。等回头写折子时，我必然要为世子请得应有的功劳。不错，早点写好奏折，本世子就在城主府等着。武和恭敬点头，可在转过身去的那一刻，他眼中满是苦涩。这该死的世道！苏瑶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身旁，他低声抱怨道：世尊，这不公平，那群修士拼命得来的圣果，却什么都得不到，拼死拼活，九死一生，到头来一切白白为了旁人做嫁衣。真要论手功，每次都带头冲锋的武将军才最有资格获得，要么便是最后赶来增援的师尊，怎么轮都轮不到他呀？你能有这样的认知，为师很欣慰。你终究会明白，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一抹精致的灰。师尊形容的真是恰到好处。我哑然，类似的话我前世也跟苏瑶说过，当时得到的是他截然不同的回应。正道是白，魔门是黑，若杀光魔门，便没有了屠杀压迫，这个世界就会走上正轨。1日后，我和苏瑶正在城中闲逛，突然远处骤然传来一道天崩地裂的炸响，接着有浓浓的妖气释放，遮天蔽日，恢宏如潮。妖族又杀来了，城门都打破了，不知是谁率先喊了一句，四周百姓眼中满是惶恐之色，一个个飞速朝着家里逃去。另一边城外，一尊身材庞大的虎妖正横立在城门前，面带狞笑。这一拳只是小小惩戒，我家大人正在赶来，路上最多1炷香的功夫，你们就会明白恐怖2字何解。这虎妖气息凝练，赫然是一位炼气境中期，那他所说的大人可能就是炼气境后期。这时宋少贤和那家族老者也来到了城头，只见他扫了一眼那虎妖，淡淡道：不过炼气境中期的大妖而已，何至于这般恐慌？世子有所不知，这虎妖虽然只是炼气境中期，但他口中的大人
乃是一尊炼气境后期蛇妖。武和虽然惊怒，但很快心中安定下来。有我和苏瑶在，对付一个炼气境中期不在话下。这宋家老者随身保护，宋少贤实力不弱，是炼气境后期，由他来对付那尊蛇妖，而自己带领其他修士击溃其余妖族倒不是问题。只是小小炼气期妖兽，这送上门的功勋为何不要？让城里的百姓上城墙来看本世子的威风。不过一尊炼气境后期而已，这穷乡僻壤之处又能有多强？这时远处一尊身材高大的蛇妖御骑而来，他足足有3米多高，头颅高高昂起，树瞳中透出冰冷寒意，不断吐着信子。而在那蛇妖身旁还跟着5头炼气境初期的大妖，加上那炼气境中期的虎妖，一行7尊大妖，妖气滔天。老者脸色豁然一变，他并非吞吐杂气修炼而成的妖兽，乃是有完整传承在身上，绝非寻常大妖。至少也来自一些妖中大族。宋少贤也是一惊，失了方寸，慌乱不已。你怎么不早说？现在怎么办？老者传音，他脸色一样很难看。少主，立刻就走，有这蛇妖在，同源城必破无疑，全当我们未曾来过。闻言，宋少贤看了一眼城头上的那些百姓，心中微定，还好有这群凡人来吸引注意力，可以让他们安然逃走。而城头上原本正在欢呼的百姓齐齐议政，他们相互对视一眼，神情极为不解。为首的仙人怎么临阵逃走了？武和没想到这两人如此无耻，竟未战先怯，直接抛下其他人逃了。这让武和忍不住在心底疯狂大骂，让百姓登上城头的是他，要让所有人围观杀敌，英姿的是他。结果看到对方妖族实力强大，率先逃跑的也是他。苏瑶想要留下，可他清楚的知道那蛇妖有多恐怖，久久做不出决定，只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我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平事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法全管的。苏瑶看向城头上的人群中，有白发老翁，有妇人孩子，顿时他红了眼眶，垂头丧气道：师尊，我知道了。我的眼神逐渐冰冷下来，将几张符箓扣于手中。但有些时候也可以破例，就比如这次，既然看到了，若不救，心中怎会畅快呢？再说了，这蛇妖本就是冲着你身上的白玉珠而来的，此事因我们而起，自然也要因我们而结束。苏瑶一听，顿时乐开了花，连连拍手。我就知道师尊最好了。他并不觉得妖族可怕，也没有大战来临前的紧张感，只是单纯为这么多百姓可以获救而感到开心。这时，武和面露苦色地看向我和苏瑶，道友，我没想到越国宋家这位世子这般软蛋，大名在外的上宗子弟，连战都不敢战就逃跑了。他看了一眼愈发逼近的蛇妖，低声道：你们非我越国人士，先前愿意出手相助，就已经算是大恩大德。眼下这般，实在没有必要把命给搭进来。来都来了，不战上一场，有点可惜。武将军放心，我们自有对策。终于那蛇妖兵临城下，他用那树瞳冷冷扫了一眼城前修士，嗤笑道：我那群手下还真是废物，连这点实力的城池都拿不下。那虎妖立刻弯腰退向一旁，同时低声道：大人，你要找的白玉珠就在那女娃身上。蛇妖咧嘴一笑，露出残忍的神情，抓住那个女娃，给我送过来。那虎妖得令，立刻狞笑着出手杀来。只见他虎爪探出，攻势恢宏，势大力沉。苏瑶持剑而起，在身前一挡，隔下了虎妖的攻势，接着反转剑身，狠狠在虎妖掌心上一划。那虎妖吃痛，收回了手，低头一看，掌心竟是多了道深深的口子，不由得心底一惊。这女娃好俊的剑法！蛇妖树瞳眯起，察觉到了苏瑶的不俗，随后挥了挥手：人族狡猾，心思颇多，不给他们翻盘机会，一起上！苏瑶一手捏紧白玉珠，补充着灵气，另一只手凝聚剑气，单人对上了蛇妖，可剑气却还奈何不了对方。不过苏瑶还有底牌落水剑，只是动用之时，必然是决一死战的关头。我则对上了那头虎妖，各种法诀向他轰去，凭借玄轮吐气诀，我可以这样打一天。见我师徒二人竟与2位实力斐然的大妖厮杀在一起，而完全没有呈现出凄惨的败相。武和立马率领众修士与妖乱战。此刻蛇妖久久拿不下苏瑶，接着便使出了底牌，双手浮现出紫色的鳞片，攻势骤然加快，如狂风骤雨。见状，我抓住虎妖进攻空档，一记膝撞顶在了那虎妖下巴处，趁着虎妖张口惨叫之际，屈指一弹，将一张火球符送入了他口中，然后我潇洒的转身打了个响指，同时那俊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玩味，瞬间庞大的虎妖身躯直接炸成几块。我杀死那虎妖后也没有得意，立刻投入了围杀蛇妖的战斗中。蛇妖那阴狠怨毒的树瞳一眯，绽放出危险光芒，随着一声巨吼，它直接化作本体，成了一条10多米的长蛇。我从一旁飞来，抬手拽住苏瑶的手臂，朝后一扯，将她从蛇妖的攻击中拉开，可这样她肩膀处还是多了一条伤口。我眼中透出冷色，其实在水月洞府，我获得了一张筑基期符箓，不过我并不打算使用，而是传音给苏瑶，让她找机会使用落水剑。同时，我独自迎上蛇妖。蛇妖再度朝我杀来，我故意卖了的破绽，蛇妖的尾巴直接将我后背划出一道伤口。这时蛇妖骤然察觉到一股可怕的寒意钻入骨髓，猛然回头，发现苏瑶不知何时已经高高跃起，手持一柄古朴大气的法剑，骤然斩下一道月华般的剑弧，凌厉完美、精准无误地斩杀在了蛇妖后背上，继而呈现出气化模样。战阵内，苏瑶望着连尸体都不存在的蛇妖有些发呆，他低头望向手中的落水剑，他第一反应不是这剑多厉害，而是我这个师尊真好。
这么厉害的剑，我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连同那古册一并送给他，全天下去哪找像我这么好的师尊？妖群首领已死，其他炼气初期的小妖，在我和苏瑶手下都撑不过一盏茶时间，便被消灭。城门内无数百姓都围在那里，一个个从胸腔内发出嘶吼：“多谢上仙救命，上仙大恩大德，永世难忘。这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神仙。”享受着百姓的欢呼和拥戴，看着他们洋溢的幸福笑脸，苏瑶忽然开口，以很认真的语气道了一句：“师尊，我忽然觉得保护无辜的人们，这就是修行的意义。”我摸了摸苏瑶的脑袋，旋即抬头望向远方，第一缕夕光已从东方浮现，代表着清晨，代表着希望。这条修行之路虽充满荆棘，但却未来可期。另一边飞崖城内，这里距离同源城不远，随时都能收到那边传来的消息。城门附近的酒楼内，宋少贤和那老者正坐在窗边，透过窗棂望向城外。他们一路狼狈逃来，风尘仆仆进入酒楼的第一件事，便是给自己上一道水灵术，冲去灰尘和疲惫，再从储物袋中拿出衣物更换。一转眼，宋少贤又变为了一尘不染的翩翩公子哥的模样，就连折扇也有备用的。他面前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，却没有动筷子的欲望，眼神中满是狐疑。这都一夜过去了，居然还没有同源城逃难的百姓，有些奇怪。奇怪什么？世子，那蛇妖浑身透出滔天煞气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厉害的主。既然没人逃出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那些百姓都被封住了，还是老夫机敏，眼见部队提前跑路，这才保下了这条性命。那老者一身修为，却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，此刻说起这些，摇头晃脑，似乎为自己果断的选择洋洋得意。可惜了，就我手头所收集的军功还不够换来功勋的，这里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宋少贤摇摇头，一想起那蛇妖浑身绽放的恐怖气息，他就止不住一阵心惊肉跳。那绝对是大族的妖物，拥有完整传承，真要打起来，自家族叔绝对不是对手。他也为临时逃命沾沾自喜，并非谁都有这般决断的，生死当前，一旦犹豫，恐怕就将被拖入深渊。再等等，按照时间来算，差不多到了午时，城外就要出现逃难的百姓了。妖物虽然可怕，但数量有限，哪怕破城，也不至于把所有百姓都封死。说着，他似乎在为自己先前的狼狈逃命找理由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可是上宗弟子，将来是要承筑基、充子府的，哪里能在这等穷乡僻壤之地搏生搏死？”这时门外走来几名衣衫破烂的汉子，他们边说边笑，找了处座位坐下。真没想到，那同源城主将这般强硬，愣是把这一波妖乱给平息了。我听说，连那大山内的妖洞都被推平了，大功一件啊！几名汉子的讨论顿时引起其他酒客的注意，纷纷将目光投过去。宋少贤闻言嗤之以鼻，一摔筷子，脸上满是不屑：“一群无知之人，凡夫俗子，胡说八道！”那汉子骤然被打断，显然很是不爽，阴沉着脸望来，发现宋少贤这身打扮后，顿时意识到对方乃是修仙之人，立刻瑟瑟发抖，低头如鹌鹑般闭口不言了。世子不必多虑，想来也是这群人没什么见识，胡乱传话。那老者伸手捋了捋胡子，呵呵笑道：“别的不说，就以最简单的实力来推演，一方是炼气境中期和后期的大妖，带着数名炼气境前期大妖杀来，凶狠异常；另一方却只有几个炼气境前期，连中期都没有，这绝对是一边倒的厮杀。”同源城以前倒是有座护城大阵，可在这一波又一波的妖乱中，早就被击穿砸破了，就跟普通城池无异。这等程度，试问如何抵挡得住那群大妖的屠杀？我本就不曾放在心上，不过关于我收集功勋一事，确实还差了一道。如果同源城这边没法成功，就只能劳烦家族前去其他城池收买。一旦我得到功勋，定会被重点培养。等过了此日，我就立刻向家族汇报，把这件事情早点落实，也好让大家心中安定下来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宋少贤有些心不在焉。那几名汉子在他的呵斥下不敢多说，匆匆吃完饭就走了。宋少贤觉得那汉子说的话太离谱，根本不可能，可不知怎么地，心中总像是有一根刺插着，很不舒服，难以自拔。一直到了午时，宋少贤眼睛直直盯着城外，仍然没有逃难而来的百姓，报喜的倒是有不少，一路策马狂奔冲入了城主府。这下哪怕他信念再坚定，也开始出现裂痕。宋少贤伸手敲着桌子，不经意道：“族叔，看着一波一波的人策马赶来，不知是为何事，不如拦下一个人问一下。”那老者点头，他心底同样很想知道答案。眼看又一匹快马袭来，他猛然跃出窗台，拦在了那匹马身前。策马之人是位胎息境修士，眼前一花，居然奇迹般多了一人。他心底咯噔一声，连忙勒马悬停，脸色凝了凝。可是从同源城方向来，胎息境修士一拱手，旋即脸上浮现出喜色：“是报喜来了，那边妖乱已经平复，不知从哪天降了2位小仙人，击溃了那炼气境后期的蛇妖，守护住了同源城。”闻言，老者脸色豁然一变：“同源城守住了，那些来犯的大妖全死了。”
那修士一脸疑惑，怎么看面前这老者一副不高兴的样子，他也不敢多想，立刻唯唯诺诺。回前辈，正是如此。老者也不多言，身影玉气飞起，回到了酒楼内。妖乱确实平息了，那蛇妖正是羽蛇一族的严金烧，能对上号，却被斩于城前。单单这一战，就足以在皇帝面前换得功勋。那老者咬了咬牙，不知道我和苏瑶到底什么来头，连那羽蛇都能斩。宋少贤努力想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可攥紧的双手还是出卖了他的想法。他瞳孔剧烈收缩，虽然震惊，可也并非草包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先去调查两人的背景，如果真是世家子弟得罪不起，那好，他退让一步；若没什么背景，那么不好意思，这功勋他远景宋家要了。老者也是这么想的，立刻便下去安排了。宋少贤皱着眉头在酒楼内等候，心急如焚。当天夜里，那老者才赶回来，神色大喜。世子，调查出来了，是徐国的家族天水林家。他们这2年有些际遇，从凡人家族转为修仙家族，但还远远称不上世家。他们和平湖苏家关系不错，2家都有弟子在寒水峰修炼。老者还没说完，宋少贤面色激动，豁然坐起身。不是世家就好，至于他们也有弟子在寒水峰修炼，我也是池元峰之人，纵然吞去这功勋，他们也说不出什么。再说了，我宋家可是世家，我爷爷是筑基仙修，若真撕破脸皮，覆灭他们只在一瞬。宋少贤来回踱步，越想越激动。现在就走，武和没死吧？让他从中间做个说客，劝说这2人把功勋让出来，我宋少贤必有嘉奖。武和是个聪明人，想必知道该怎么做。为了能在池元峰上拥有足够的地位，宋少贤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宋家为了他这道功勋，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。眼看时间就要到了，若无法收集到足够的军功，前面将彻底功亏一篑。宋少贤搓了搓手，脸色挂着灿烂笑容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就出发前往同源城。不行，明早太晚了，恐生变数，绝不能让武和提前把奏折上报。族叔，我们现在就走，立刻动身。那老者也点头，正如宋少贤所说，一旦把奏折送出，就有些麻烦了，所以要尽快赶过去。2人立刻赶路，总算是在夜半时分来到了同源城前。望着灯火通明的城内以及狂欢的百姓，宋少贤不屑一顾，这群蝼蚁倒是命好，连练气境后期的大妖都没能破成。2人飞入城池，直奔城主府。城主府内，武和等人正在畅快饮酒，笑容灿烂，我则一脸平静地坐在那里。白天的时候，我主动道出了妖洞被自己所覆灭一事，这令武和等人激动万分。此举意味着妖乱彻底平息，最起码几年内，同源城能迎来一段安稳日子了。武和忙不迭要申请功勋，把我列在首功之位，我却拒绝了，只简单交代了一句功劳是大家的。他们太过兴奋，也不睡了，一起彻夜畅饮。这时门被推开，一名侍卫走进来，附着在武和耳旁说了些什么，他顿时脸色一变，当即眸中满是惊怒，道了声抱歉，便匆匆走出了房间。苏瑶美眸诧异，将目光投向我，满是不解。我淡淡道：“这是要来摘桃子了吗？”师尊，摘桃子是什么意思？这城主府里有种桃子树吗？我最爱吃桃子了呢。苏瑶一听到桃子2字，大眼睛都放出了灿烂的光芒，她忍不住搓搓小手，满是期待。这里的摘桃子是代指宋少贤他们来抢夺我们的功劳了。听到没有桃子吃，苏瑶小脸一下垮了，她撅起嘴道：“这2人怎么这么坏？当时逃得最快，看到妖乱平息就第一时间赶回来，一点脸都不要了吗？”其他人听着2人的对话，皆是沉默。武和神色匆匆，且颇有些心事。纵然我跟苏瑶不说这些，他们也能依稀猜到些什么。有一位小族修士低声骂着，他不敢太大声音，生怕被外面的宋少贤听到，可又不想一直憋在心底。然而他的话并没有引来其他人的共鸣，众人心情低沉，连搭话的想法都没有。他们小族修士被征召而来，拼死拼活，就想要赚取一些资源用以修炼，为何这般艰难？远景宋家是筑基世家，霸道得很，加上世子宋少贤即将进入青云宗修炼，万事俱备，只差功勋。如果他们执意索要，试问一句，谁敢反抗？谁能不给？苏瑶明显有些气愤，他们来抢我们的功劳了，这可都是师尊辛辛苦苦拼杀出来的，我们要出去吗？我端起果茶一饮而尽，神色始终平静，不带半点波澜，心里想着不着急，再等等。此时城主府庭院内，月光之下，宋少贤脸上的喜悦简直都要挂不住了。当然这种事情他才不会亲自交涉，太丢份，世子要有世子的格调。宋家老者伸手拍了拍武和的肩膀，颇有些矜持道：“没想到啊，你居然能守下这同源城，做得不错。”武和脸色一变，立刻摇头：“此事并非是我做的，我只是在其中起到了一些微末的作用。”他还想说下去，宋家老者眼眸一眯，手掌暗自发力，捏疼了他的肩膀。武和错愕，这才意识到了什么，不再开口了。武将军身为同源城主将，付出颇多。我听说这座城池的城主死在了最初的妖乱之中，以至于城主位置始终空缺。我看武将军有勇有谋，很受爱戴，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记在次功上，再加上我宋家为你美言几句，升任同源城城主，
不算难事。宋家老者呵呵一笑，收回了手。他觉得自己所提出的交易，对方肯定会欣然接受。一个这辈子都难以继续上升的主将，摆在他面前的是截然不同的富贵之路，谁又能忍住不选，甘愿平凡呢？武将军将这里的功劳上报后，我可得到完整的功勋。加入宗门后，会得到一笔修炼资源作为奖励。看你早年受了些创伤，导致根基不稳，未来恐怕难以持续进步。我可以送你一枚固元丹，纵然无法为你恢复伤势，也能减轻许多症状。宋少贤胸有成竹，他所给出的承诺都是普通人最渴望得到的东西，他不觉得有什么理由会遭到拒绝。尤其是武和，他在战场上极其勇猛，但私底下因没有靠山的缘故，只能收起棱角。他是一个聪明人，还需要考虑吗？这时武和深深一拱手，昨日那一场血战历历在目，我们拼死抵抗，付出了许多牺牲，才将战斗赢下。若是世子想要我武和的功劳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奉上。但若是想索要其他人的功劳，武和不才，没法替他们做主。这番话他斩钉截铁，眼神坚定，把自身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宋家老者笑容一凝，他没想到武和会拒绝。紧接着，他那一双幽深的眼眸死死盯着武和，在皎洁月光下愈发显得阴沉。这可是一步登天的机会，也是你此生唯一的机会，你要放弃吗？武和的脊梁可以弯，曾经弯过，今日再弯一次也无妨。可其他人不行，我的功劳可以给，但我没资格替那些拼杀致死的人做抉择，也没资格为那些搏杀到最后的人做抉择。闻言，两人的脸色越发难看，尤其是宋家老者，瞳孔内已经透出凌厉杀意，猛然一巴掌朝着武和抽过去，似是要在对方身上宣泄全部的怒火。可他这一巴掌却悬在半空，被一只手抓住，无论怎么拼命都难动分毫。接着我的声音缓缓响起：若是你昨日在城前表现能有眼下一半硬气，也不至于如丧家之犬般仓皇逃命了。我才不惯着他们，什么狗屁宋家，在越国不过区区一新晋世家，根基不稳，真以为凭借一位达到筑基境的老祖就可以镇压一切了？我眸中闪过不屑之色，手持2道筑基境符箓，加上那一柄落水剑，纵然宋家那位筑基先修亲自出手也不怕。还有这件事情我本就占一个理字，莫非你还能强到一手遮天不成？宋家老者几次抽手，感觉我那手腕极重，竟是有些难以抽回，不得已动用灵气将它弹开，怒声骂道：好小子，区徐国小卒，凭借运气被上宗选了名弟子上山修行，攀附上了上宗威势，就敢在我们面前装腔作势了。徐国最强家族乃是平湖苏家吧，连他们都不敢在老夫面前嚣张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你们徐国边陲之地一直仰望我们越国，连你们国内的修士都羸弱不堪，简直就是乌合之众。阁下觉得自己厉害，还是那蛇妖厉害？我似笑非笑，声音像是一把锋利的尖刀，骤然刺入了宋家老者的心脏。他原本欲要说出口的长篇大论，骤然卡住，喉咙耸动了几下，就好像有一只手掐住了脖颈。那一瞬间，他们发现自己绞尽脑汁也说不出反驳的话。真要打起来，他扪心自问，绝对不是那蛇妖的对手，纵然能活命，也得一身重伤。那个蛇妖是我师尊杀的。这时苏瑶冷着小脸走过来，跟我并肩而战。他个头要矮上一些，颇有些小鸟依人的感觉。宋家老者和宋少贤两人脸色都很难看，他们本欲以势压人，奈何我完全不吃你这一套，不服就打，可是还打不过。这时宋少贤主动踏前一步，对着我呵呵笑道：你能在这个年纪拥有这般修为，确实奇遇不俗，年少有为。但你林家归根结底比不过我宋家，若是闹得太僵了也不好。没什么不可以谈的，我眼下确实非常需要这份功劳，用作功勋。等进入池元峰后，我大可以将多得的修炼资源分你一半。除此外，你还可以向我提一个条件。所谓交易，就是你情我愿，只要我能拿出让你满意的东西，互相交换一下也未尝不可。大家未来大概率可踏足筑基，既然都是筑基先修的胚子，则没必要撕破脸面，你说呢？我确实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你们立刻给我走，别碍眼。宋少贤脸上的笑容缓缓凝固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眼看去一言不发，眸中尽是嘲弄。他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暴跳如雷。好小子，这般蔑视我，今日之事我绝不会这般作罢。说完，他气冲冲地转身离开。宋家老者阴沉地看了我一眼，眸中杀意疯狂绽放，毫不掩饰。待两人走后，城主府的庭院内又重新恢复了寂静。世家一向如此，不止宋家，他们霸道惯了，总觉得除他们以外，皆为蝼蚁。另一边，宋家老者宋少贤二人在城内找了家酒楼，入住时被掌柜认了出来。虽然那掌柜表面没说什么，但等他们离开后，还是露出了鄙夷的目光。不要脸的东西，喊我们过去观战，自己却临阵脱逃，
掌柜狠狠骂了一句，眼神阴沉。旁边的女人立刻捂住了他的嘴，惊惶道：老爷，这可是仙人，你怎么敢的？仙人又怎么了？那些在城前守护我们的仙人才值得我们尊敬，他们不配。掌柜梗着脖子，想起昨日城前发生的事情，他还是止不住动怒。没有这个能耐，就不要胡乱许诺，差点害死了我们所有人。哪怕过去一日，他仍然耿耿于怀。房内，宋少贤眼神低沉，族叔想些办法，若明日无法让五河改变主意，这功勋就真拿不下了。时间有限，眼下他即将要进入上宗，已经没有功夫再去其他地方寻找功勋了。林家那边，老夫立刻派人去谈，小门小卒而已，只要稍微给点好处，恐怕就会答应下来。他一个年轻人能有多少话语权？于是当天夜里，宋家老者就派人前去越国天水林家去洽谈此事去了。宋家出动了2位炼气境初期，可谓是气势不俗。在他们看来，2位炼气境初期放在小族中乃是顶天的存在。料想那林家也不敢狮子大开口。同源城本就在边境处，距离天水城算不上远，加上2位炼气境策马奔腾，赶路倒是够快。他们领命一刻不敢休息，终于在正午时分到达了天水城。这2人一老一少，一个是宋家老者的弟弟宋牧，年轻人是他的儿子宋少剑，是一名功伐凌厉的剑修。这2人都是世子一脉，也都是铁了心跟随宋少贤的，所以宋家老者才会放心派他们前来。宋少剑浑身气质凌厉，眼神冰冷，开口道：爹，族伯怎么说？区区小卒而已，若不听话，我真想一人一剑让他们齐齐灭族。必要时刻可略微出手惩戒，只要不下杀手，事情就还有斡旋的余地，都是青云之下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剑儿，你还是要收敛些性子。这城外村镇倒是规划的整齐，治下凡人面色红润，看来是能够吃饱的。他走向稻田，伸手抓了一把灵刀，放在鼻尖嗅了嗅，旋即哑然失笑。可惜地质不行，边陲小国而已，又如何跟我越国土地相提并论？光是这灵道，至少与我家种植的差出3成灵气。不过这种种植手段却是未曾见过。宋少剑沉吟，旋即抬手一抓，将远处一名正在种稻的老农射来，猛然拽住了他的衣领。这1亩地能产多少斤灵稻？那老农明白对方是位仙人，手段不俗，立刻跪倒在地，惶恐不安。回仙人，这1亩地能产50斤灵稻。灵稻要吸收的养分很多，寻常地质难以支撑，哪怕是那些大世家动用手段培育，1亩地能出20斤都算高产。宋少剑一听嗤之以鼻，小地方的老农没有见识，胡言乱语。他抬手一甩，将那老农扔了出去。若对方回答20-30斤，宋少剑可能还会在意一些，开口就是50斤，可笑至极。那老农摔了个跟头，灰头土脸，他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，如是回答也不对。他不知这灵稻是什么用途，只觉得比他们寻常所种的稻子差了太远。若用来种植寻常稻子，1亩地至少能产200斤粒。这灵稻的种植手法自然是我传下来的，是上一世我于南州学到的，倒也不算多么高深。只不过南州是修仙正统，宗门多如牛毛，一些手段自然是要高深些。2人一路走入天水城，沿途打听林家所在地，很快就有一位青年凑上来：2位仙人可是来找我主家？小的是天水林家的外姓，名为张铁生，承蒙主家照顾，才踏上修炼之路。我观2位贵客气质不俗，应当是似主家那般强大的仙人。若是去寻主家，我可于前面领路。张铁生曾经是张家的少爷，只不过现在没有张家少爷了，有的只是林家外姓张八斗之子张铁生。张八斗正是张家这一辈的领头人，正是他做主投靠的林家。说起来，天水城这一脉，张家跟金川张家还能论上亲戚，朝上数3、5辈都是兄弟，只是后来出来讨生活，在天水城安了家。事实上，他们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。金川那一脉的张家日子也不好过，需要仰仗林家鼻息，哪怕投靠也是分远近的。天水张家张八斗这一脉明显要更亲近些，好几次金川那边都派人前来想要拉拢关系呢。张八斗时不时都觉得自己实在太明智了，走了一步好棋。平日里他教导张铁生一定要跟主家打好关系，尽一切所能靠拢过去。主家这位少爷可不是池中之物，将来必有大仙缘。宋少剑扫了他一眼，不过胎息境中期，这点境界不值一提。回仙人才修炼半年，我天赋不够好，给主家丢人了。宋牧眉头一锁，若非天生灵窍，寻常人想要修炼难上加难。按照他这个年纪，纵然有吐纳法，也不该半年内就踏足胎息境中期，这速度属实太快了些。张铁生哪能听不出宋牧这试探的意思，心底冷笑，还真把我当傻子了，问我这些我能说吗？于是他装傻，我不知道什么极品，主家仁慈，一向待我们很好，说不定我们修炼的是一种仙法嘞。闻言，宋牧心底鄙夷，小卒就是小卒，连等级尊卑都没有，更不懂育人之道。外姓和主家修同样吐纳法，就不怕2代人后外姓做强，反欺主家。想到这里，宋牧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的想法了。林家发展迅速，或是因为得到了品级不低的吐纳法，只可惜底蕴太差，未必能长久。张铁生将2人带到了云泽山前，道了声稍等，就立刻进入了阵中汇报。闻言，宋牧心底鄙夷，小卒就是小卒，连等级尊卑都没有，更不懂育人之道。外姓和主家修同样吐纳法，就不怕2代人后外姓做强，反欺主家。想到这里，宋牧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的想法了。林家发展迅速，或是因为得到了品级不低的吐纳法，只可惜底蕴太差，未必能长久。
张铁生将两人带到了云泽山前，道了声稍等，就立刻进入了阵中汇报。宋牧看了一眼，一脸震惊，整座山都被炼气境的护山大阵罩住了。这林家哪来底蕴建造这等级别护山大阵的？强如他们宋家，身为世家，护山大阵也仅仅只是炼气境，一个小族居然在这一点上能和他们持平。不一会，张铁生随着一位少女走来，少女拱手，朗声道：“我乃天水林家林莫宁，两位道友前来拜访，有何贵干？”虽然宋牧比他年长，但都为炼气境，林莫宁称一句道友也没有不妥。宋牧看到林莫宁的刹那，眸光猛然眯起，心底止不住咯噔一声。面前这林莫宁年纪不大，竟是炼气境初期，算是我和苏瑶这一族，光是年轻一辈中就有3人达到这个境界，势头甚至比一些老牌修仙家族都要迅猛。片刻后，宋牧才笑道：“我等来自远景宋家，是越国新晋的修仙世家，前来找上贵族是有一桩生意要谈。既然是谈生意，便请入阵。”林莫宁眼神透出温和之意，唇角带笑，似是涉世未深，可熟悉他的人知道，他一旦如此，便是要进入状态了。